Hello，大家好，我是田家博。在今年 LCK 夏季常规赛第一轮的比赛中 ，T1 在手握24连胜的情况下，万万没想到自己的这波超级大连胜会被曾经的叛人 Teddy 带领的 KDF 中断。而当时 KDF 摆出来的 BP 阵容就是辛、奇、特，那套从欧洲照搬过来的萨勒芬尼，着实让 T1 吃了瘪。虽然 T1 在之后的比赛中依然保持连胜，并且在第二轮结束后，这种势头依然不减，手握9-1的 T1 将再度对阵 KDF。这场比赛也被外界赋予了复仇之战的标签。那么 T1 是可以如愿成功复仇，还是继续被 KDF 双杀呢？在第一局的比赛中 ，T1 拿出了一套极其快攻的阵容，而 KDF 则是摆出一套铁桶阵。小吕布拿出了自己100%胜率的德莱文，但 KDF 在前期对德莱文的盯防非常到位，所以导致他一直未能取得自己的赏金。T1 虽然攻势很凶，但 KDF 防守的也很出色。而比赛的转折点在14分钟 ，Warner 在拿下小龙后，双方在河道爆发团战，结果被 KDF 打出一波2换5。也是从这一波开始 ，T1 彻底没了脾气。后续20分钟 ，KDF 再打出0换3后拿下大龙，最终在第二条大龙的博弈中，岩雀风露再度成功拿下大龙，并击杀了 T1 3人。虽然小吕布终于拿到了自己赏金，但比赛也没能等到他复活，结束了。输掉第一局后 ，T1 的进攻依然没有停止，继续在蓝色方拿出了一套进攻阵容，只不过增加了一个更加扎实的前排奥恩。开局后 ，KDF 就疯狂针对下路给刀子 ，Warner 也是读出了对面的战术，也是常驻下路给予保护。上路虽然没有镜头，但宙斯却完成了一波对 King 的单杀。中期 KDF 依靠皇子列娜塔这手强开配合，抓住了几波 T1 关键位置没有闪现，打出了优势。但后续 Carriel 的一波长距离魔法水晶剑精准命中皇子，将其击杀。T1 成功拿下大龙之后的局势就开始倒向 T1 这边了。虽然最后 Faker 搞了一波节目效果，但 KDF 想抓住这波机会 rush 大龙，结果不仅大龙被抢，比赛也被 T1 顺势扳平。决胜局双方的阵容方向基本没怎么改变，只是上路有了些变化。前期宙斯的9桶灵性游走到下路，帮助小吕布打出一些小优势。中期双方在围绕中1塔的互推，但却被列娜塔隔墙大招打出一波小优势。随后在小龙和大龙的博弈中 ，T1 打出一波漂亮的中路拉扯，在击杀 KDF 双人组后 ，T1 拿下大龙。这波大龙 buff 也是帮助 T1 将经济差拉开到6000。虽然之后 KDF 抓住了一波德莱文没有双招，打出了一波2换4，但在之后的龙魂团，小吕布在龙坑里开启屠宰模式，将 KDF 打出团灭 ，T1 一波结束了比赛。说实话 ，T1 赢下这场 BO3 确实蛮惊险的。与之前的 T1 不同的是，他们这次没有太多的运营，就是想跟 KDF 正面的打架。KDF 可能就像管泽元说的，输了这么多强队，一打 T1 就起劲，这次是差一点再度让 T1 翻车。好在决胜局 Faker 和 Warner 发挥很出色。作为曾经的世界第一赛区 ，LCK 在这几年里的成绩波动是比较严重的。核心选手的外流，再加上 LPL 赛区的发展，让 LCK 现在的处境十分困难。MSI 输掉之后，他们的核心选手 Faker 成为了舆论的焦点，甚至在 LCK 赛区内部都产生了很大的讨论。最近一段时间 Faker 在采访的时候公开回应了这个问题，并且表示绝对不会和恶意评论的人和解，将会把责任追究到底，让这种文化彻底消失。之前 Dwayne B 也透露过，如果不和解的话，将会影响一生。相信绝大多数的玩家对于 Faker 还是比较熟悉的。作为英雄联盟第1人，他拿到过太多次的世界级冠军了，在世界各大赛区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么多年的时间里 ，Faker 几乎没有任何的黑点，在 LPL 赛区也拥有着众多的粉丝。可在今年的 MSI 比赛结束之后 ，Faker 的口碑急转直下，从之前的众人皆捧到现在的过街老鼠，
很多人都觉得 Faker 在这几年里发生了太多的变化了，赛后采访的嘴硬，甚至让很多韩国玩家都有些不舒服。可能也是因为论坛讨论太多了，所以 T1战队的法务部出手，对一些不当言论进行了强制处理，甚至还对很多人发出了律师函，最轻的罚款100万韩币，最严重的罚款可以达到500万韩币。这个罚款确实就有些高了。随着夏季赛的正式开始， T1战队的成绩稳步提升，但是对于 Faker 的调侃声并没有太多的下降。尤其是在 LCK 赛区的内部， T1战队法务部的这一手甚至激起了韩国玩家的愤怒，大量的人开始再度调侃和质疑 Faker， 认为他该退役了。事情发生后就引起了广大网友们的热议，毕竟 T1的做法在电竞史上应该还真是第一次。要知道，作为职业选手，尤其是非常有名的职业选手，在网上被侮辱是常有的事情。但 T1这次为了 Faker 强势出手，这样的魄力的确要比 99% 的俱乐部都做得更好。而 Faker 战胜了 KDF 后，也是在采访中谈到了这次的起诉事件。在 Faker 看来，想要阻止这种事情的发生，就应该从社会层面根除恶意评论，所以他才会正式进行起诉。而且他也不会和恶意评论的人进行和解，而是希望通过这次的起诉，让恶意评论文化消失。看得出来 Faker 对于这次的起诉还是比较坚决的，不想给恶意评论的人任何机会。之前 Twinbee 就表示过，如果得不到当事人的和解的话，这个问题会影响人的一生，并且还会影响找工作的。说实话，恶意评论的界限在哪里？感觉应该达到了人格侮辱才会被起诉。如果只是简单的评论了 Faker 的比赛状态和实力，应该不会被起诉。没想到 Faker 这一次的起诉竟然如此的坚决，可能也是在这段时间受到太多的恶意评论了。有的时候，电竞圈真的就是被一些喷子给影响了。虽然说 LPL 这边饭圈文化也很严重，经常出现粉丝爆破微博，双方互撕的情况，但是 LCK 那边的粉丝圈也很严重。基本上 Faker 在韩网的风评是两极分化的，要么是很喜欢他，认为他无敌的，要么就是很讨厌他，把他贬低的一无是处。而且 LCK 那边也经常有一些粉丝会出现极端行为。前段时间 KT 还发布了官方公告，表示收到了粉丝寄往基地的危险武器，所以 Faker 这次也是有正面作用的。同样在 LPL 也是一样，选手打得差，批评一下实力和态度没问题，但是辱骂到别人的父母家人就真的没必要了。那么对于 Faker 这波的发言，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